没有错。不过我们来关心中国大陆的股市，最近3天不断的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中国政府有利多。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民银行哦，一口气推出降准、降息、降房贷的利率哦，结果真的很快哦，激励了中国的股市。您看到哦，变得很火热哦，陆股太火热，上海证交所宕机了哦，塞爆了，因为大家都去买嘛。那我们看到高盛哦，他也说，这次情况真的不同哦，有可能真的会慢慢的这个中国经济开始或者从股市这里再畅旺起来。而另外我们看到华尔街的抄底王也在讲说，全力压住中国股票，买入一切。那真的吗？这是一个 sign 吗？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波音的问题哦，过去我们讲了也蛮多的，最近看起来又雪上加霜了哦。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波音的737哦，有一些紧急安全建议哦，你要去检查你的方向舵哦。那因为里头有一个故障哦，有这个零件有故障，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方向舵的控制系统哦。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波音还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这个工人的素质可能有问题。美国联邦航空局做了一个100多页的报告，说波音在制造的过程中啊，对于控制啊，还有零部件啊的处理啊，各种品管啊，有97项不合格的地方并且他也举了实际的一些例证，包括这些工人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觉得蛮扯的这个有一个工具那这个测量应该都是要用很精准的方式来测量，可是这个工具由机械师私自制造，没有授权，就这样随随便便，也没有缴准没有标记，就这样子放在这个整个这个库存的清单上，并没有他就自己拿去制造这个飞机了那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在罢工，波音大罢工已经进入了第13天包括波音代表还有跟这个3.3万名员工在做一些谈判，那每7天就要损失5亿美元波音真的是雪上加霜，现在看起来在谷底那外界也担心，因为在2030年之前，你必须交付981架737 MAX 的客机，大部分来自于亚洲的一些这个业者，他跟你订了嘛，那你要交给人家嘛，那未来这个生产线上面的可信度就大大的给大家很多的问号了。另外在空中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的联盟号刚刚从国际太空站回来，上头有2名俄罗斯人，1名美国的太空人总共3名太空人。那回来之后当然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长期的在空中，在这个外太空了已经是这个过了很多的时日了那可是在这个时间点呢俄罗斯的媒体就笑逮住机会笑美国因为美国波音公司不是有送这个美国的太空人到这个太空站吗？可是回不来因为这个机械上面各种的故障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笑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太空人滞留在宇宙，那如何打发时间结果大家就看到的确本来这些太空人他们只要去8天，现在变8个月了，所以为了要打发时间，只能找事情做，包括制造披萨还有打扮成海盗看起来也是苦中作乐啦那另外在航天的实力上面，中国大陆其实已经累积了16年的实力了。我们先来看看最近他们做了一项这个庆祝活动这是在2008年的今天，神舟7号太空人他们在太空漫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1次中国的太空人，包括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圆满的完成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太空漫步，他们踏出这个太空舱，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更是日新月异，因为已经过了16年了嘛。你可以看到，包括中国的航天局说，2023年的 WiFi 会覆盖月球可能是不是未来我们都可以有机会移民到月球或是外太空呢？这个太空争霸战现在是进行式，我们看到中国的天眼升级 FAST 的核心阵这个试验呢是要做一些启动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呢，这是一种无线电的望远镜它未来可以在
这个推动中国大陆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领域的研究哦，为中国大陆的战略研究提供支援哦，所以看起来在各个方向大家都在竞逐当中。来请教董哥。其实你可以看到，太空竞逐是中国大陆这些年来有非常多成就的包括它的天宫几乎要取代全世界所有太空人都来这边。就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你中间你要去上个厕所，要吃点什么东西，它的休息站那这一方面其实让很多人吃惊。那你如果看到它的这些成就，会发现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它有它高度的战略嘛。这个战略包括将来的我们所有的电子的武器啦或者产品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上也常常讨论他们的。北斗或什么这一些，它其实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的。但中国大陆它有非常多高科技的东西，外界所知不多。那你常常看到一些半真半假，或者西方社会用过去所猜测的，但是你看到了这些太空人他们在8天变成这么久8个月，为什么？其实我们节目也曾经讨论过，会发现说，西方在太空这一块不是很强吗？怎么一下变成这么脆弱？好像颠覆我们过去的想象。就是说，因为他们过去自满自大太久了，而且他们没有很多东西没有更新，也没有花很多钱你知道美国的太空总署的署长叫尼尔森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个公开演讲他说月球背面那个永远没有光的那个我们不打算去探勘，我们不打算在那边活动。他现在是美国最好笑的笑柄，说月球怎么会有永远没有光的一部分？你是用哪一个东西来想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太空总署的署长，在全世界应该是权威吧？可是会讲出这样的话，就让人家啼笑皆非。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其实它整个太空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大陆这些天，他们这些年来他们在航天，这全力的去追索，然后把很多东西把它就是超越了其他国家。美国现在常在讲，俄国可能会把某一些技术给中国大陆。其实就我所知，中国大陆很多技术早早就超越了俄国。那美国现在讲这个，其实为时已晚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样一波一波，它里面有战略。还有非常多的科技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很多东西都瞠目其后了。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中国大陆的股市大涨，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概念股在台湾的 ETF， 在美股的这个中国概念股都带动啦，热钱不断的涌进中国大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大陆在点火了因为他们很明显的金融会议刚开完，然后已经确定了几个大方向，而且已经开始执行了。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个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把它萎缩降低一点，然后让各个银行的热钱可以放出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存款的就尤其是贷款的利息在往下降，那热钱就在放出来，所以等于是要把 M2 的这个现金把它放多一点到市面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昨天他们的政治局也开了这个经济会议，评估了当前的一个局势。那基本的局势，他们认为体质还是好的虽然经济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一方面是他们全部的动员开始在推动了，然后热钱在点火，再加上国际之间的很多国家的股市已经炒高了，你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空间了。例如说，你说美国的股市还有多大空间？日本的股市还有多少？印度的还有多少？我觉得这个热钱都会开始流动。现在中国大陆开始点火的时候，大家就会去看说，你的股市之前我们是不是低估了？那事实上是低估了嘛？也就是说，大陆的经济它的成长率都是4到5，那怎么会股市这么低呢？而这一切不管是宁德时代啦、五粮液啦、比亚迪啦、华为啦，都赚钱的一个公司企业怎么会股票这么低呢？这个就叫不合理。所以现在要起涨了。我觉得这会起来的。那所以这也就是会让这些外资
尤其是让国际间的热钱开始往这边移动嘛，所以你也会留意到像中东地区的这些金主，其实他们是最敏感的，他们的钱也开始往中国大陆移动了。也就是说，他们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这些金主，他不只是进股市去买，他们最主要是要进入工业生产，要去那边投资的。所以你看，单单才这一季，他们一投资就是90几个亿的美元，就这样投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说，原本都低估了。那原本低估，其实一方面也有一些认知作战的一个概念了，也就是说，本来欧美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想把中国大陆打下来，所以每一天都在唱衰大陆的经济。可是问题就是，你再怎么唱，每天就在讲说你的经济要崩溃了，这问题就在于它的经济成长率还是4到5啊，还是全世界最亮丽的啊。那怎么会一个4到5的经济成长率，然后会被你们唱得那么烂呢？我觉得慢慢的大家回到理性的时候，这个钱开始涌进来。我个人的推断啊，你看人民币这2天已经跟美元原本是1块美元可以兑换7.2多人民币的哦，现在你看都已经开始在变了，人民币一直越来越强势了。那人民币带动的台币嘛，因为台币跟人民币其实挂在一起，现在台币并不是跟美元挂在一起。你看美元跟台币现在强势，都在带动。我个人觉得目前的局势在转变啊，这个是一个要留意。另外，我觉得还要谈一下波音。你看，波音的罢工，现在巴西已经有一家航空公司已经跟他们的政府开始提出申请了。也就是说他们要购买 C919，要买4架。那如果这个案子成交的话，是南美洲第一个国家，他们要给中国大陆4航证。那这样的话，未来 C919 在面对波音没办法交机，空巴也赶不及的情形下，就给 C919 创造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了。是中国大陆的股市今天呢交易非常的热络。半个这个交易时间点哦，就半天而已哦，就突破了交易量兆元，这的确非常的不寻常。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波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请教舰长。喜欢看某一个频道的叫做《空中浩劫》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对于某一个组织一定不耳熟能详，就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因为它会针对每一次的空难抽丝剥茧的去了解这一个空难主要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了解这个原因之后呢，他要发出所有的信号。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乌克兰的战场上，现在乌克兰面临很大的挑战。你看到乌东这个地方，顿内茨克州哦，现在已经被俄军拿下了至少6个重要的点哦。这是俄罗斯的军队说，他现在在控制整个顿内茨克州哦，要求乌军从这些地方，包括卢甘斯克啊，包括赫松州，还有扎波罗热这些地方撤军。所以呢，其实现在算一笔账哦，我们来算一下，乌克兰其实啊，他攻进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失算了，因为他在乌东的防线上出现了很大的破口，所以让这个俄军有机可乘。现在有6座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在乌东被敌军拿下来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包括现在西方、美国这些国家在援助这个乌克兰的地方，包括弹药包括武器。那官员就说了白宫多次拒绝供应给乌克兰白磷弹药，尽管对方要求。还包括现在美国给了一笔钱，3.75亿的美军的军援那包括了 JSOW 导弹这个导弹大概是一种慢速的滑翔空对地的一种这个导弹能够在低成本，然后这个有一些奏效。那我们再来看看泽伦斯基他跑去白宫，大家知道吗所以拜登又给他了一些钱。那这是80亿美元的军购这个援助那这是有弹书的，他对于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制长程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这个立场，他并没有退步他并没有这个弃守。
所以看起来给的是有限度的军援、有限度的武器哦，那有限度的打击范围。而另外，以色列现在真的是杀红眼了。我们看到连续几天，他对贝鲁特、他对黎巴嫩展开攻击跟轰炸，现在的死亡人数增加到700人。那当然有一些真主党的指挥官丧命，可是更多的平民老百姓现在看起来也失去了生命。以军向黎巴嫩发动220次空袭，这是最近的一次的一波攻击。我们看到，包括现在黎巴嫩呢也是哀鸿遍野啊，人间地狱啊，很多民众已经逃走了。那另外，以色列的防长说，他批准了北部的战械行动。那看起来地面部队要启动了吗？并且以军他们也获得了美国的这个武器的援助方案，这是87亿美元。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一方面在嘴巴上讲说，我们希望你这两国保持冷静，以色列保持冷静，可是你一方面又给他钱，给他军武，那这样子可能是变相在鼓励他吧。那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这是来自于以色列极右翼的定居运动领导人，他叫韦斯，他把大家包括一些人们啊，还有记者带去看轰炸加萨，并且在旁边说看呐，那就是我们的加萨这个看起来是蛮令人发指的也不太人道的一个事情，可是就发生了。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说，他们会坚定支持黎巴嫩维护主权，因为现在看起来，如果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进攻的话，那黎巴嫩的土地可能就会被这个侵占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中东的投资中东对中国的投资现在已经创纪录了并且两边的紧密在这个商务上面的结合越来越多那 OpenAI 的执行长就讲说，美国你可能要快一点，加快脚步。如果你不跟阿联酋合作的话，中国就会找上门这个阿联酋这一块可能就会被中国给拿走了。来请教赖老师。乌东地区对于俄军目前来说，它的情况是越来越好了对乌克兰的局势是越来越恶化。我想这个跟绿媒的这个长期以来的期望是完全相反我们看到前几天没多久，我还看到有很多绿媒就说这次那个普丁已经完蛋了那他已经穷儒自没了，马上就要倒台了。结果呢，我们看到是完全相反因为泽连斯基面临了一个最艰难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他花了8年时间去所打造的这个红军城的这个坚固的防线，这个防线看起来一直被压缩了。那如果说这个红军城被打下来，就往这个涅伯州打了，涅伯州一打下来以后就往北走。普丁的战略构想已经越来越明确了，就是要把第聂伯河以东整个地区都吃下来，那么建立起他所谓的缓冲区，保护他俄罗斯南部到莫斯科的安全的缓冲区。美国的双重标准给自己带来了后遗症了，因为现在以色列也是在强调，他要建立起他自己北部地区的缓冲区，南部地区的缓冲区，所以以色列借由加沙的哈马斯的事件，他很明显的已经把加沙地区掌控住了，他的整个军队都已经几乎都控制了这个加沙，只剩下的就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战斗。他把他的主力部队已经往北移动，往北移动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开始对于黎巴嫩的南部进行攻击，而他对于黎巴嫩的南部也就是真主党的势力范围区，他进行攻击，这是有计划的，而且计划是很稠密的。他从传呼机就是 BB 扣的爆炸案挫伤了真主党的实力之后，你看马上就连续4天的大轰炸。这个连续4天的大轰炸，我的推断就是以色列已经是不排除因为以色列之前是先非法的占领了戈兰高地这一大片的土地，那现在他很有可能会从戈兰高地由东往西拉一个水平线，控制了整个黎巴嫩的南部，他称之为给黎巴嫩北部居民返回他的这个北部居住所的一个安全地带，叫做缓冲区。所以他目前的做法很有可能就是先把南部整大片的地方
也就是戈兰高地的水平线往西走这条线，整个这个地方先打烂，打烂完了以后就派武装部队进去，进去以后就控制支配了这个地方，那就占领了这块地方了。目前美国虽然嘴巴中在联合声明里面是跟德国、法国等12个国家要求以色列停火21天，但是美国的实际行动是在协助以色列尽快的把这个黎巴嫩的南部这个地方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尽快的占领这块地方。为什么？首先，你看他先知道以色列目前的经济的难处，先拨87亿美元。美国现在没有那么有钱哦，可是马上先拨87亿美元给以色列，作为他在目前的暂时经济所需要支撑的费用。87亿美元不是少数。第二个，派林肯号航母在阿拉伯海牵制伊朗跟伊拉克的军队，民兵组织无法介入这个真主党的行动。另外，赶赴杜鲁门号去到地中海去牵制埃及跟叙利亚的军队，不让他们去支援真主党。所以，他的2支军队，2个航母战斗群，其实是牵制住黎巴嫩的盟友。他们不能让他们有军事动作。2方面给予以色列钱，3方面武器弹药赶忙的运送。所以这些所有的动作，就是让以色列有更大的军力去攻击黎巴嫩的南部。我觉得一手讲说停火21天，2手给予你武力的支持，让你赶快打下来。我觉得它会带来一个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未来俄罗斯它确定了北方四岛是它的领土之后没有争议了，那它也会再有一个理由说它的北方四岛的安全需要一个缓冲区，说不定它哪一天就把北海道打下来了。是，来请教舰长。一开始啊，我们看到乌克兰攻入库斯克的时候，大家都拍手说赞，说开辟了第2战场。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节目里头就讲到，这是最可怕的什么？空城计啊！那现在空城计已经不空城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俄罗斯的这一些它的作战计划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得多。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如果我们来看，这是库斯克的一个占领状况那这个蓝色的部分呢，也就是乌克兰打下来的部分。我们从17号看到22号，我们看到这个区域蓝色的区域越来越小。红色的，也就是俄罗斯它反攻的区域越来越大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说拿那么旧的没有，后面我们要看连续的。我们看到从22号到26号，竟然没有什么改变呢？它为什么没有什么改变呢？因为我现在就要拖住你这些部队。现在在乌东的部队讲，也就是说，当初打库斯克的时候，把精锐的长城火炮以及精锐的部队全部调走，调去打库斯克。结果一到库斯克，完了，发现是一个空城。现在他不让你回来，他不让你回到乌东去，所以直接的他把那个俄罗斯派所有的部队来牵制你。那而且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另外一个做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左上角这边这一个，然后在上面一点点就是红军城。大家也一直很多的网友跟我们的观众一直在讨论红军城为什么没有打下来。我们讲说我们在看这一线战场的时候，千万不能够一直往前打，变成一个突出部。如果变成一个突出部，非常容易从中间截断，截断之后，最前面的部队就变成了那个困守在那个位置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个状况，也就是扎波罗热这里也开始慢慢的变成热战了。为什么？而且他那个我们讲到说，这个也就是俄罗斯他能够进军的范围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他要扎波罗热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呢，是欧洲第一发电量最大的一个核电厂。那他拿下来之后，你确定今年的基辅那个还能供暖吗？
晚上还有电吗？如果都没有电的话，这个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呐。那至于说现在美国说，我提供你 JASSM，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长程的这一种联合距外精准武器啊，也就是他们之前那个提供了 F-16，现在给了这一种 JASSM，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绿媒又觉得这真是好棒棒啊，这真是让泽伦斯基死了心。为什么？因为泽伦斯基要的不是 JASSM 他要的是暴风之影更长程的飞弹结果你只给这个短程的。他说有130公里130公里，这个战机要飞到多高不高，4万英尺的高度，它要飞到这么高才能够达到130公里。如果说它飞的是在低空的话，只能飞22公里22公里可以打到哪里其实打不到泽伦斯基所要打的。然后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普丁之前在讲的这句话说什么？如果使用高精准武器、长程的西方制造的武器的话，这个就不是以前的简单故事了。意思是什么？他可能会动用核武，这个才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最害怕的一件事。董哥怎么看这2场战争，乌克兰战争还有以色列发动的战争？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都被这2个战争牵动了。比如以色列，他其实内塔尼亚胡自己位置不保，所以他一直要打下去。他打下去还不罢手，他跟周遭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开战。那这个一发不能的话，他的位置就稳住了。大家可以看，他已经干了10年总理了嘞，各位想想看。那你再看泽伦斯基情况一样，泽伦斯基是今年5月任期就完了，可是战争持续打的话，你们就需要我。那这个人是不是大家所讲的哇，好像很力抗俄国？我们只讲一件事情好了，请问一下北溪那个是谁轰炸的？现在已经知道了，是不是？就是你的指挥官嘛。过去是讲哇，俄国人自己炸怎么样？我告诉你，北溪德国人也出钱，德国人为什么要通缉你？德国政府为什么要通缉你们的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过去都在说谎，其实他自己很清楚，他要塑造就是媒体去塑造，然后说俄国多残忍俄国把自己的那个北溪都把它炸掉了，不是嘛？我们很多事情是过一段时间来看。那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泽伦斯基现在为什么要去美国？他太简单了，因为美国要投票了，11月要投票了。对，现在9月底了。我只有这段时间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他们俄国要攻我们的核电厂了，对不对？这个很可怕吧？好，那你们2个总统都要表态，拜登也要帮贺锦丽表态。你现在手上还有资源，所以拜登当然提供了80亿的这些金援，这个是非要表态。那贺锦丽就开始出来讲了。哎呀，你川普你就是普丁的桌上的早餐就讲这些，然后你就被逼着，逼着你的所有的那个就是叫投降协议了。为什么贺锦丽会这样讲？各位朋友就才几个小时前，川普已经决定要见泽伦斯基啊。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因为今年的9月12号，川普的副手范斯他怎么讲？他在一个场合，我觉得他可能比较没有政治的经验或怎么样。他讲说，其实乌克兰这个战场选上川普就可以解决。他自己主动讲要怎么解决？乌东乌南就化为非军事区，这个不是普丁的愿望吗？对啊，对不对？那就承认它是2个独立的国家嘛。现在已经被俄罗斯承认了，对不对？然后呢，化为非军事区，那大家就有一个缓冲。然后接下来呢，他还讲我们也不准就是如果川普当选，不准乌克兰进入北约。那这些不就都是普丁讲的吗？所以现在贺锦丽用这个在主攻，川普也急了，因为他现在有点落后。那川普要给人家，我是非常强硬的，所以他马上见泽伦斯基。那当然，川普因为当过了美国总统，所以他知道有一些东西我要表现强硬。所以乌克兰他影响了美国总统的选票。那泽伦斯基挑这个最好的时候，我来，你们给我保证，你们给我金钱，给我援助，这个时候是时机最好。这个人太聪明了，对不对？
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姿，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向太平洋发射了1枚洲际导弹。今天总统府我们台湾这边有一个回应我们总统府说你希望你要自治回到国际常轨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陆委会也发了声明说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可是观众朋友，他这一次的试射，他有通知美国，而且他发射的落点其实离我们台湾非常远。我们先来看看过去像是这样子的大国这个是2021年的新闻，美国它也试射洲际飞弹，而且横跨太平洋像是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天天发生，可是大国在试射像这样子的洲际导弹是有的并且成功命中马绍尔环礁，这是3年前的新闻美国多次试射导弹，落点也在太平洋所以我们给您看总统府跟陆委会的回应，是不是有一点点对不上这个频率呢？另外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包括共军发射洲际飞弹这个法广的报道就是这样，他说他找了一个专家来分析说，主要嚇阻的对象是美国那他的这个大国中间有一些各种的禁逐各种的威吓。中国大陆也说了，这一次的试射是年度的例行训练符合国际法和惯例不是对特定的国家或目标，我没有这个特别针对，可是外界认为是对美国做一个某一种别苗头。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它是从南海某个地方射出来的，你看飞过了关岛，另外它的这个落点是在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这附近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国际上面都是公开资讯，您都可以查得到。而这是44年来第一次中国大陆对太平洋发出威慑的讯号。中国大陆的媒体说，试射的型号叫做东风31AG。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一款飞弹它是公路机动型的洲际导弹就是用可以移动的有3级火箭助推器，可以携带6到9枚的核弹头，射程在12000公里左右，非常的远。那俞北辰将军在友台也讲到说，这一次的中国大陆的洲际试射，火箭军还有名单全部外泄，坐标番号都曝光认为很不秘密。可是呢，观众朋友，他事后我必须讲很罕见的，对岸中国大陆解放军在24小时之内就已经公布了导弹发射现场的图片，算是蛮公开的，包括了导弹发射架、现场环境都清晰可见因为过去其实中国大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这个细节，他不太愿意公布。不过这一次很罕见，1天之内就公布了。这一次的无依托野外发射方式是随到随打，打了就走，拥有较强的战场生存能力。洲际导弹飞弹是双锥体的弹头，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放大图，可减少空气阻力，提高飞行稳定性和穿透性以上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提供给大家的讯息。而另外美国可能更忌惮或是关注的包括南韩也忌惮，就是北韩据说它的核弹头的制造能力越来越高可以制造100枚的核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金正恩常常威胁西方世界或是威胁南韩，所以美国就讲了，北朝鲜就是这个北韩恐怕已经有能力生产上百枚的核弹，并且在美国大选之后进行第7次的核试验。那必须讲这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大家会忌惮所以美国那个时间点，过去他只敢打伊拉克，不敢打有核武的伊朗，是这样吗？也是对这个核武有忌惮吗？而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华尔街日报他报道了一则独家讯息，说是中国在建造中的新型核弹核动力攻击潜舰，在今年春天大概5月的时候沉没了目前还不清楚沉没的原因，可是也不清楚船上是不是装有核燃料。
那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并没有证实这项消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而且是独家的讯息。他们透过卫星说是在武昌造船厂这个地方造潜舰，可是这个地方过去呢都是造这种传统柴油潜舰。观众朋友，过去那个核潜舰都是在中国大陆的东北这里造，那现在是移转到这里来了吗？所以这个新闻的确定性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都呈现给观众朋友来看。那另外，中美的造船厂现在也有一些差距了此消彼长。中国过去去年就接了1500笔新的船的订单，美国只有5艘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南韩它的这个订单也都流失了。不过我们先来问这个包括舰长。我们来问一下舰长，因为这件事情呢，比较严重包括造船的事情，还有包括试射这个洲际导弹的事情，来请教舰长。至于说，总统府发言人他讲到说，呼吁中国应该要因自治回到国际常轨，我就给这个发言人看一看什么叫做国际常轨。这个国际常轨呢，也就是 BBC 公布的。BBC 在今年的2月21号，它公布了什么内容呢？也就是英国试射3叉戟飞弹，这个也是潜射的弹道飞弹，然后第2次失败。为什么英国可以射，大陆不可以射？这是我的疑问啊。那第二个呢？那美国呢？美国对不起啊，这里日时组打错了，应该是2023年11月1号。义勇兵3型的弹道飞弹发射期间被命令自毁。什么叫命令自毁呢？命令自毁，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完成全程，也就是它上面有某些故障。这一个就是所谓的国际常轨。所以中国大陆它既然它发射了，然后而且它都已经通知了相关的邻国，我想请问总统府啊，这到底哪里不自治了？哪里不是国际常轨了？那这一次这发射，其实在之前我们常常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央视释出一个淬火，其实它里面就有暗示了，他就说，以前大家都没有看过，他们自己的火箭军都没有看过导弹划破长空，然后就发射了。然后这一次就是我们看到前几天发射，那这一次发射的，其实我昨天在友台的时候，我就很确认它是东风31AG。为什么？因为从几个部分呢，从刚刚也就是主持人讲的那一张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弹头这边是小平顶。那如果是东风5的话，它上面是完全是尖的，而且东风5在中间，它第1节跟第2节的这中间是镂空的。那我们看到这上面其实完全没有这个状况。另外，它下面它有一个举升的液压缸，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运载车送到，然后直接起诉的，这也不是东风5可以的。那另外呢，那至于说怎么样证明它是东风31而不是41呢？那其实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海南岛拍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叫做冷启动，连这个交管都来不及派啊，他的车子直接杀到那个超远的位置之后，直接就做好相关的量测之后，他就要发射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交管其实看起来不怎么样的缜密，但是因为他们要适时发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通联管道，它在什么？这个8轴车，它在倒数第3轴。那如果说我们对比2019年的大陆国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倒数第3轴上面有一个联通装置的，就是东风31，直接秀给大家看。那东风41长成什么样呢？那东风41它是在倒数的第5轴上面才有这个联通器，那我们大家这样子就可以确定就是东风31AG 了。那至于说我们的大将军俞北辰呢，他之前就说，哎呀，这个美国啊公布了这些200页的报告啊，军官的名字名单啊，然后坐标什么通通都公布了，这个军官都调来调去的，今天在这，明天就在那啦，对不对？有什么用？但是这一篇报告呢，大家当初哇讲的跟真的一样，那我们就来用这一次来检视它。他这里有讲到儋州，也就是海南岛这边，也就是这次的发射的位置啊，它上面写的是什么？
明明他这边写的只有东风21D 呀，那为什么这次会出现东风31AG 呢？就代表这个资料根本就是大家看看卫星照片而已。那这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讲到明德大学的这份报告里面，它在于儋州这里，它也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它这里只有东风21D， 但是这一次就出来了。不过我们这样子讲这一次的这个状况大家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电视墙上面的，就是它可能通过关岛了。那它的接近关岛了的问题在哪里？也就是如果它真正的携带的核弹头那不用直接命中在附近，它的爆炸效果一样涵盖关岛。另外一件事情，现在网络上只有零零星星的人谈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它的飞弹发射窗口也就是说它的这些窗口是什么？也就是它的第一级、第二节火箭要脱离的位置，当然是在菲律宾的左右侧。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线拉起来看的话，这条应该是在黄线的地方，因为第一级、第二级都在黄线上，可是它最后命中的是红线，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一个代表说，它在整个飞行的轨道中间，它有变轨，也就是说，它有更换我要攻击的目标。但这一个到底它是怎么达成的？然后它到底是怎么样进行 data link 的？这一个可能才是我们要探讨的重中之重。是赖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说，除了这个发射导弹之外还有包括这一个新闻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是真的吗？您的判断？这个是真的可能性比较低了因为它是一个旧闻新潮，那这个就有鬼了为什么？因为它首先说是应该发生在今年一说是6月，二说是7月。我想7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有讨论过那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这是第一次发生的。那第二次现在又跑出来了，然后一说是在武昌，二说是在长江所以也就是上海造船厂这样的两说。那顾立雄说他全程能掌握，他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他认为这个可信度很高。那这个顾立雄你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因为这是很可笑的事。为什么？第一个就是首先他又说这是041动4-1这个潜舰，但是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送级或是原级的潜舰没有动4-1。后来美国自己也修正说这个动4-1是一个误会，北约的误会，应该是动39。可是呢，如果是动39的话，它就是传统的动力潜舰了，不是核动力潜舰。核动力潜舰是在渤海的造船厂这个地方来造，那因此在武昌的造船厂，它造的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这个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中国大陆在这个造船厂就是武昌造船厂，它是跟上海的造船厂是合作的，它本身的订单是有34艘，已经制造26艘都没有问题，26艘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现在在造的并不是核动力的，而且是原来的这个34艘中的订单，所以它的技术是非常的成熟。我们再强调了，它已经造了26艘，而这里面有2艘或是3艘，它是卖给泰国的。那也就是说，泰国下的订单就是这个039这个外销型的这个订单。好，那我们讲的这么多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说，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潜舰，然后是传统的动力潜舰就是柴油动力，不是核动力，所以这些讯息就跟《华尔街日报》报的是完全相反的，《华尔街日报》报的几乎都是全错。接着你再看一下《华尔街日报》，它是说法是这样，他说美国的研究员、美国的军官，他们发现3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码头旁边有看到这艘潜舰，是3月份，说6月份这艘潜舰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合理的推断它潜下去了。接着他说有打捞船，可是问题就是他看到有一些船在那个地方，他是不是打捞船？有没有打捞上来？也没有任何证据。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就是他们本身在杜造出来这样的一种画面。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就选择在
大陆试射成功这个导弹之后，突然间又把这个旧闻拿出来用，然后由《华尔街日报》来登出来，这是第2次的炒作。然后全球的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台湾的主流媒体，都在同步的登出来。对，有鬼啊！为什么都同步？而且是跟美国盟国有关的，都在同步，这当然就是很有鬼了嘛。这件事情我们到现在没有办法证实它是真的还假的，因为中国大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回应，官方没有任何的回应哦。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讯息，说中国在建的一艘新的核潜舰哦，在武昌沉没了。来，请教老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国际上最主要就是媒体战嘛，媒体跟你压制下去。那我们知道，全球30大的媒体大概都是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掌控，所以很多消息你看一看就算了。我老实讲，那我们怎么来看待最近的这些事情呢？譬如说，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它的各种竞争，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媒体的走向啊。我告诉你，中国大陆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在表面上看。我们现在看到他洲际会战到夏威夷，他有更厉害的没有让你看到，绝对有更厉害的，绝对不是只有东风31A 机，绝对不是。好，那这个大家要先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那我们政府为什么要出来讲话？人家他已经通知美国，美国没有讲话啊。我跟美国讲我要试射啊，没有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话？我告诉你。就是上个礼拜，他公布了我们那些网军嘛，我们国防部的电资的这些，那他把名字、把照片都公布出来了。我们包括卓荣泰院长，大家都讲那是假信息，假什么？那为什么这3个被公布的有照片、有姓名，他们没有跳出来否认？他跟他说：“乱讲，怎么可以污蔑我？”没有，完全没有，表示中国大陆讲的是真的嘛？对不对？我们由新闻来判断。有台湾的朋友网民他就上去找这些人的他的结果就是来自国防部，他们平常发了就来了，所以表示他是我们的指挥部的人呐，就是我们指挥部的人。那我们政府觉得有些狼狈啊，我再告诉你，他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只是阶层比较低的，他一定是这样嘛？你要了解你的对手不是你讲的那么幻同。但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话，就知道其实美国很了解，所以他常常用一些假信息来喂养全世界的媒体。那从这些媒体里面，他其实要探测你的反应。那中国大陆现在学聪明了，你讲的我东西是真是假，我都不回应，我让你高深莫测。但是其实假的机会比较大就是你讲他那个那个潜水艇对核潜舰沉下去，那个假的比较像啊。那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一波的那种大家都在影响媒体，希望媒体有一个铺天盖地的方式。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很容易接受，不管真的或假的，或者我们认为友好国家的信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假的更离谱，因为你会做出非常多的误判，误判就是我们现在最害怕的事。对，很多资讯战天天都在进行，要分辨，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